京奥运会的比赛还未结束，而中国女排因为提前小组的出局，已经无缘后续的赛程。中国女排目前已搭乘飞机回到国内，据说在机场有许多球迷前往接机，给女排姑娘们这次失败的东京之旅送去了暖心的安慰。奥运会结束之后，中国女排也将开始下一个奥运周期的计划，教练、球员或许都会迎来一次大洗牌。大家都知道，郎平即将卸任中国女排主帅的位置。34岁的闫妮和31岁的丁霞也有可能宣布退役。虽然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遭遇小组出局，创造了历史最差的成绩，但是郎平执教中国女排8年的时光，带领女排姑娘们取得了许多闪耀的成绩和荣誉。球迷们对郎平的退休只有祝福和认可，没有指责。61岁的郎平这些年也积累了一身的伤病，在赛后采访中，她表示自己有点累了，愧对家人。现在只想早点回家做一点轻松的工作。郎平教练隐退似乎已经开始倒计时了。在被问及女排新主帅的时候，郎平只是说这个教练适合更年轻的优秀教练，相信排球协会会选择最合适的人选。随后郎平也表示，虽然想过一些轻松的生活，但是不会抛弃排球，会利用一些时间做一些和排球有关的事情，比如国际排球发展的推广工作。郎平教练说的比较模糊，或许球迷们会问了，郎平教练指的和排球有关的工作是指什么呢？最近有消息曝光了郎平卸任女排主帅后的新工作岗位，或许这个岗位就是答案。根据最新的消息爆料，近期郎平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一份课程表中，有一段课程安排中的主讲教师就是郎平。很明显，在卸任女排教练的位置后，郎平很可能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任职。据说校方也已经回应，郎平确实会在学校任教，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喜讯。郎平是中国女排的功勋教练，他对女排的贡献是巨大的，无论是战术还是培养年轻人，郎平的经验都是中国女排一笔宝贵的财富。虽然不再担任教练，但是郎平还会继续做排球的推广宣传和教育工作，为中国女排甚至国际女排的发展继续做贡献。郎平的这个选择，无论对于她个人还是中国女排来说都是双赢的，毕竟她60多岁了。这些年，郎平和朱婷等女排队员扩大了中国女排在国际上的影响力，让许多人认识到了排球的魅力，也欣赏到了中国女排的魅力。郎平选择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任教，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排球这项运动当中，这有助于排球在中国的发展。将来有更多像朱婷、李盈莹这样的好苗子出现在中国女排的年轻队伍当中，这对于中国女排重返世界之巅有着重大的意义。我们也祝愿郎平在新的岗位上能早日收获成就，也希望中国女排在下一个奥运周期能重返世界之巅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认为谁能接班郎平成为女排的新主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出你的看法，关注杂酱体育圈，了解更多体育资讯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